太危险了，对手太难缠，我们先撤。可是，走。中了他如今的毒掌，就算你是玄武使，一时也无法再战。我们先撤，再想办法。 天启城玄武使，果然不同凡响啊！倘若你们晚出现半刻，我定然死在他的手上。你说是吧？哼，他若是用暗器，你怕早就死了。那他为何不用暗器？唐连月很聪明，他发现了场中这些人的身份，猜到了我们此举 是对付琅琊王的。他若出手杀人，留下了自己的暗器，那么或许会成为攻向琅琊王的矛头。这些人应该怎么办？诸位，还请先行离去，我会派人随后通知大家，在新的地点相聚。 琅琊王殿下，苏家主，苏家主，请放心，我来的路上无人跟踪，没有人会知道你们在此地。殿下师从学堂李先生，很多年前便已是闻名天下的高手，我自是放心。殿下曾被世人称为风华公子，智慧谋略天下无双，城府亦是深不可测。果然。 直到我舍命战过一次，殿下才敢完全相信于我。在这天启，即便是我，每走一步也都是如履薄冰，所以，我不能错。苏家主，抱歉。我听二爷说，目前南决战事危急，青龙使和你麾下所有精锐已前去相助，白虎使多日前不见踪迹。 朱雀使司空长风很多年前便已回归江湖，如今你身边只剩下唐连月一人。自你助你兄长夺得帝位开始，这应该是你最弱的时候了。看来，
苏家主对于这天启城的一切已经是了如指掌了。这其中当然有一些巧合，比如雷梦杀玉坤，但有一些应当是你刻意为之。你故意让自己变得很弱，你在等什么？只有当对方觉得我足够弱的时候，他们才会忍不住出手。而我想要的，就是他们对我出手。届时你需要我的帮助。是，因为到那个时候，我依旧会很弱，弱的甚至连我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。所以有些事情，苏家主还得帮忙。如此看来，我们暗河进入天启的这一步，是不是早就是王爷棋盘上的最后一子？我看不见那么远的布局，不过是顺势而为罢了。但我之前答应你的事，我一定会做到。好。那些中了药人之毒的，皆是天启城手握军权之人。有这把柄在我手中，就算他们不为我所用，也不敢妄动。永儿，我最后跟你说一次，这个选择没有回头的可能。舅舅，我从来不回头，因为回头看到的皆为不堪。母妃，你没事吧？这些活计怎么还需你来做？无事，只是扎到了，都不曾流血。你看，你父皇啊最喜欢我的绣艺，想着平素无事可做，便给他绣了一条腰带，再给你舅舅和外公啊做2双冬靴。来，坐。你今天怎么来了？学堂课业可辛苦？不辛苦，先生还夸儿臣聪慧呢。父皇晓得了，还赐了儿臣一套文房。今日不上课，特地回宫来瞧你们。真乖。父皇今日过来吗？或许吧。殿下，你就替娘娘争一争吧。陛下他日日都去那宣妃处，已经许久不来咱们这儿了。你是陛下的第一个孩子，陛下已经最是疼惜你了。你就点翠，多嘴。你不用理会他说的，好好读书，为母妃争口气。嗯。娘娘，娘娘不好了，娘娘！娘娘，典老大人所管户部账目出了问题，陛下大怒，要罚典老大人。你父王还算有良心，只叫你外公告老还乡。或许父皇是挂念典家是母妃的母族，一条丧家犬，不值得他赶尽杀绝吧？不过永儿，你放心，舅舅此去参军，便是要给典家谋一条新出路。我会成为你新的底气，你在天启一定照顾好母妃。你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。舅舅亦是这世上
唯一一把我握住，但不会刺到自己的刀了。殿下，玄武使和安和的人一同去了万丈院。怎么又是安和？苏长河明明已经答应和我们的合作了，为何这安和还一直在阻碍我们的计划？皓月，你去找到苏长河，若他再继续闭关，那我们的合作便不再成立了。所有踏入天启城的暗河之人，我们将一个不留，全都铲除。是，殿下。不如由我去吧，毕竟肃宗追源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也可。另外，速速寻到如今苏沐雨他们的藏匿之处，必要之时，也可不必知会苏昌河，直接将他们抹除。如何了？宇哥，我们已经找到天启城要人的秘密了，不过对手太强，我们只能暂退。雨墨和唐连月已经回琅琊王府复命了。苏沐雨，我们还是先走吧。天启城的水太深太浑了，我认为我们的选择并不值得。薛伟，去问下厂里，昌河闭关的如何了？宇哥，你也打算放弃吗？我不想让暗河成为别人权力斗争下的棋子。你们带着神医先离开，我等下昌河的消息，待与他会合之后，再一起回暗河。宇哥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不会骗人。又想让我们带着神医先走，然后自己收拾烂摊子。我不能走。神医，为何？天启城如今之乱始于药人，而药人之术，又是我们药王谷企图所导致的。我是药王谷如今辈分最高之人，我不能就这么走。可如今，大家长正在闭关，苏家主又受了重伤，以我们的战力，恐怕在这场战局上很难有这么帮助。哪个讲的？狗爹，狗爹，这叔，狗爹来了，哪个把你打伤的，我必将他碎尸万段。那狗爹你来晚了，因为苏沐雨已经为我报仇了。你一个小子做得不错。王爷，听闻雨墨姑娘的名字许久了，但今日还是我们第一次见面。之前暗河入天启，本想来一见的，只是那个时候连月没有回来，见我就没有那个必要了。王爷说话倒是有趣。请坐。谢王爷。我出身学堂，师傅当年告诉我们，行走江湖，有趣比厉害更能吸引女孩子的注意。所以当年我们中的每一个都很有趣。连月自小住在唐门，认识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是现在这副无趣的样子了。而且这么多年我都没能改变他。所以不知道雨墨姑娘到底喜欢他什么呢？以前喜欢，现在不喜欢了。哦，怎么又不喜欢了？他胆子太小，我喜欢胆大的男子，比如王爷这样的英雄豪杰。王爷，
于墨姑娘，但连月是可以真正依托的男子，而我不是。王爷此话怎讲？因为在我认识的男子中，只有连月，是当他确信自己可以给你一生一世的幸福，无论未来发生什么，自己都不会有丝毫的改变，除非他死了。到那时候，他才会付出自己的真心。可其他人，不是。王爷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我师父原来跟我说过，男女之情，风花雪月，在任何时候说起都是应当的。不久后便是大朝会了，许多达官贵胄家的公子，偏偏在这个时候中了要人之毒。很明显，这是大皇子有什么图谋。加上最近天启城中对王爷流言纷纷，这肯定是冲我们来的。其实我觉得这两者都有可取之处。一个想爱就爱，爱得坦荡，爱得自在，所以在开始的时候，总是能如此炽烈；而一个要等到万事皆定之后才爱，总是少了些波澜，也会让这位姑娘多受些委屈。但是，连月是个很好的人。王爷说话，怎么语气怪怪的？好像……雨墨，不得胡说！你又知道我要说什么了？那怎么是胡说呢？好像什么？想交代后事是不是？或许我真的在交代后事呢。王爷，罢了罢了。方才你说什么来着？有很多达官贵胄家的公子被下了药人之毒。都是哪家的公子啊？有几个辨出了身份，还有几个没有。那你回来干什么？去找啊，把他们一个个都找出来，统一保护起来，再想这解毒之法。但是要记住，所有的这些行动都要尽快完成，不然等到大朝会的时候，他们的父兄齐聚天启，情况就不妙了。或许会发生更糟糕的事。明白。哥哥，你要死在这里了吗？不会的，我一定会带着你从这里离开的。那娘他们呢？我们还能把他们救回来吗？可以的，我们都会活下去的。哥哥，朝林，没事吧？哥哥，你走吧，不要管我了。我流了好多血，我活不下去了。不，走吧，走啊！走啊，哥哥，走！你走啊，哥哥，走！朝林，哥哥。这一次不跑。无知小儿，前来赴死！先往身前。
胆量让我赴死！与我深浅，就算阎王也得退避三舍。都与你说过了，我兄长正在闭关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闭关？你们大家长约了我们结盟，结果谈定就消失无踪，而剩下暗河的人，还在干扰我们的好事。那还不是因为那一日，我兄长与琅琊王对了一掌，才受了内伤。 莫非？我听说，阎魔掌每提升一个境界，便可建一方天地，而一旦到了第9境，便可成天地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阎魔掌到9境的修炼者。是你啊，老头。暗河的大家长。 我们又见面了。看来你们在离开影宗之后，又投靠了大皇子。哼，那个时候果然我才是对的。对于对手，我就应该斩草除根。也不知道沐雨看到此情此景，会不会后悔啊？我们若想能长久立于天启之中，自然要寻找一些依靠。 大皇子殿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不然我和大家长又怎么会在这儿相遇呢？你说呢？此间事了。那么，天启3家、暗河3家，所有人都尊称你为大家长。等大皇子殿下登基后，我们将取代如今的内卫司。 真正的立于光明之下。走吧。许久未见这位大皇子殿下，如今我的阎魔掌已经练到了第9重，我倒想看看是谁会成为第一个被我喂掌的人。连月的天地，本应该是江湖。是否人经历多了，这话也就变多了？你同司空长风一样，喜欢对着风景长吁短叹。你我所摘的花叶树木是一样的，但是你的里面有3片桃叶，所以说。 你输了，罢了。帮我同司空长风说一声，我要去趟天启，归期不定。因为原来活得太束缚，所以事到如今才会有感慨。像你现在这样就很好，活得恣意。你阿娘叫你暗中来保护我。 劳烦了。所以你后悔当年的抉择吗？如果有一天你遇上一位高手，得到了同他问剑的机会，最终却因为问剑失败，手上一辈子也拿不起剑。 你会后悔当初与他比试吗？不会。
这也是我的答案吧。人生就如同望城山上那问卜的桃花壁，只有一面可以朝上。我想要海晏河清，便得舍弃江湖肆意；你想要领悟无双的剑意，就要承受事件的结果。憋屈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不会失败。那么，我便先去百花楼了。等空了再给听美音弹琴啊。婉儿定会为先生备下雅作。头儿，你们也来了。你让大家长告诉我们，不再需要做那藏在面具下的12孝，可与你并肩作战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。所以，我们来了。新换的刀不错，黄泉当铺取来的，削铁如泥。头儿，你且放心，我们的武艺最近也精进了不少。不听那个丫头的，能不能现在就离开天启城？如果可以，我希望哲叔能将神医带走。天启城这些事，由我和长河来解决。真子讲的话，那就烂了不？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还能走什么？你要是不想把你这个身体变得跟我一样千疮百孔，那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再动武，好好跟我那个女聊上几个月，真子才不会留下隐患。我会尽快恢复，请哲叔放心。放什么心啊？我跟你受的是一样的伤，我一眼就看得出来。如今你要是现在来一阵风，你就如同这盐一样飘散了。可哲叔，你不仅没有死，还依然是我们苏家第一高手。我比你清楚。如今的我，若是遇到真正的权力一战，与势均力敌的对手死拼，那便是必死无疑。这是我当年受的重伤所留下来的隐患，如今就是新百草在，也治不好我的伤。我以后还想将女儿托付给你，所以我不希望你变成跟我一样。哲叔，我有我的打算。你有个屁的打算！你最后的打算，总是要拼出自己的性命，跟了你郑子丽，最后都是要当寡妇的。不过也没得办法，你就是郑子丽，所以你才是苏沐雨。既然我那个女跟你都下定了决心，那么就由我来帮你。这是不可！有什么不可的？你若是用此功，会遭到巨大的反噬。你放心，我还不会死，我会留着我这条命来照顾我那个女。苏沐雨，你没得办法的，你必须要接受我的整齐，不然你折属我，反而会立即而亡。苏沐雨，等度过这次劫难，就离开江湖嘛。
离开江湖。比如回南安城，你就走一个一辈子的小药童，帮我那个女卖药、捣药、煎药，待到日落时分，你再去做一碗难吃得很的面，然后我那个女啊，一边骂到你，一边把那个面吃了，你呢就不好意思，于是第二天一早就去买了桂花糕。真子的一辈子，是不是也蛮好？我总不能一辈子做面都很难吃吧？哼，你也觉得蛮好吧？我可以住在南安城，安然度过一生。可安和的子弟们呢？若放任他们散入江湖，总是会在某一日死于无人之处吧。是个有责任心的男人。我相信哲叔当年也是很有责任心的。毕竟你是前任的魁，而且你出身自本家，本应该继任大家长之位的。曾经是吧？那个时候，我一腔雄心壮志，只想有一天能够名扬天下，好好争一争这天下第一。后来呢？后来，我遇到了爱情，便只想到仗剑天涯，远走高飞，什么安和，什么天下，都不如在这星空之下仰望群星。你呀，真是不如我。看来我苏哲才是这天底下最好的男人。狗爹，你在干什么？这应当是神鬼涅槃功。传闻中，有人受了极重的内伤之时，便可以以命换命。虽经过改良，传功之人并不会致死，但是也会遭到极大的反噬。这是为了苏沐雨，真是倾尽全力了。听说最近天启城不太平啊。飞虎将军府有刺客夜袭，闹出了挺大的动静。典业，他招惹什么人呢？这个奴才就不知晓了，好像是一些江湖人。江湖人，江湖人的事，是不是应该问问若风啊？这些江湖人似乎的确和琅琊王相识。江湖人既然敢在天启城刺杀一名将军，实在是太过胆大包天。传令给典业，固授予他权限，全城搜捕那名刺客。飞虎军精卫，任由他调配。奴才遵旨。如今我的研魔掌已经到达了第9境，但是我只觉得天下偌大，不过我一掌之宽。对了，老头，你这么多年都没有办法将研魔掌提升到第9境吗？我们天启3家所拥有的研魔掌掌法，和你们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留下的掌法和秘籍是不全的，最多便只能炼至第8重，而同样的境界上，也无法与你们相匹敌。原来如此，我还以为你老头天赋不行呢。你这么说也没错。不过大家长，你可知道为何天启3家留下的掌法秘籍是不全的吗？愿闻其详。因为研魔掌是一门极其邪门的武功，炼至最后会有极大的反噬。
所以天启城中留下的秘籍进行了一些改变，无法发挥这掌法全部的威力。而在暗河的你们，为了追寻更强大的力量，所以留下的是原本。许久未见了，大家长，你可知道，在你闭关的这些时间里，发生了什么吗？听说我们暗河的朋友差点死了，我们的苏家家主也快死了，甚至于鹤羽药庄差点在那夜被夷为平地。你们可知道，我现在很生气。那还不是因为你们胡来！胡来！卓君公公，你说我现在胡来一下，一掌拍死我面前这位大皇子殿下，你能拦得住？大胆！如果是以前的你，必然无法在我面前做到；如果是现在的你，你有50%的机会能取走永儿的性命。我还真想试试。如同宿命随波蜿蜒，曲折，谁能趟过黑暗的河？哪里会有彼岸穷尽，你身为一点光，倾尽颜色。辗转悲欢离合，恋恋不舍，思念在夜里醒着，心不由我，情字总无法逃脱。多少暗涌的情绪，无声的沉溺，漫漫长夜中寻觅，挣扎爱痛的边际，身影交错里，眼中藏匿谁的心